我的 Switch 2终于到我手上啦！之前为了第一时间见到我的新游戏机，我还开车去香港参加任天堂的试玩会，甚至之前说要卖给我机器的那个老哥，直接去蹲巴黎了吗？咱们也不知道老哥现在是否还安好啊。不过看起来机器应该卖不了给我了。Switch 2可以说是我今年最期待的游戏硬件了。上一代的 Switch 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卖的最好的掌机，也是全世界卖的第2好的游戏机，卖了有1.5亿台，这个数字就离谱啊！这一代呢，据说性能是原本的10倍，屏幕呢从720P 60帧的小屏幕换成了1080P 120帧的 HDR 超大屏幕，存储呢也超级加倍，同时呢还推出了几款任天堂第一方的新游戏，而且还支持基本上所有 Switch 初代的游戏。那么今天的这一个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Switch， 那么这一代的 Switch 2到底值得升级吗？ Switch 2到底值不值得买呢？这回的 Switch 2呢有多语言版本和日区锁区版，日版呢就会便宜很多，但是呢它只有日语，也只能登录日本的 eShop。车的这一个同捆包只比原版贵了100多块钱，要知道这个游戏可是要卖80美金的呀！任天堂还是太会卖游戏了，怪不得上一代的马车能卖6000万份。直接打开，哇哦！这第一层呢，直接就是 Switch 2和 Joy-Con 了，Joy-Con 居然是斜着放的。不过其实这样子也挺合理的呀，毕竟它是奔着卖几千万台去了。这里就算只是差3厘米，可能都能省下上千万的运输仓储成本了。目前这一代 Switch 2呢，就只有黑色这一款颜色。Joy-Con 这里呢，就是用红蓝区分左右的。看一下底下的这一层，一个马里奥的数字版激活码，还有就是一个 HDMI 线 ，Joy-Con 的2个腕带，再下一层就是手柄支架。这个手柄支架上面也有一个红蓝的区分，手柄支架看起来比上一代的做工变得更好了。充电头以及充电线，充电头大家要注意的是，大家大概率买的都是港版，是这种大三角的插头，记得买一个转换头。然后呢就是底座啦，哇哦！它这个底座真的很不一样哎，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以前的那个底座更像是一个游戏机的插槽，就是一个支架，但是这一次底座里面加上了风扇，所以说 Switch 2的这个底座的风格就变得更加强劲，更加性能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 C 口的供电口 ，HDMI 还有一个网口，侧面这里呢还有2个 A 口。接口方面和 Switch OLED 的底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最期待的环节啦，咱们开机。哇哦！它上来就会告诉我们先把这个 Joy-Con 给贴上去。这一代声音不一样了耶！接下来呢，系统会提示你可以导入旧设备的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之前 Switch OLED 里面的数据给同步过来。这是接下来要陪我下一个7年的 Switch 2了。这个外观满分10分的话，你能打几分呢？先看正面，它整台机器真的是比之前大了整整1圈。Switch 2的长度已经和现在的 PC 掌机是差不多了，可能真要到能跑3A 游戏的这个性能的话呢，这个体积是必须的。但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机器揣进口袋里面，是有点不太可能了。到侧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比现在的 PC 掌机是要薄很多的。实际上它的厚度跟1代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大了很多，所以说感受起来就是它变薄了。对，它这里呢就是一个纯磁吸的结构，平时这个 Joy-Con 的连接真的就是只靠磁力，但是它真的超级紧。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是这样拎着去甩是甩不下来的。当时在试玩会的时候，因为不是自己的机器，所以我就没好意思那样暴力的测试。现在是自己的机器，所以说我给大家试一下，不按这个卡扣能不能把它给拽下来。真的可以拽得下来，这个磁吸力度还是比较紧的。正常游玩的话，应该不太会把它掰得下来。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磁铁在用了几年之后，它的磁力可能还是会衰减的，但是它衰减的不会很多。如果说你用的不多的话，用完 Switch 2一整个生命周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Joy-Con 上面的布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它这个质感真的好太多，然后摇感的话呢也变大了。细看表面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材质上面会有一点点布灵布灵的闪光，因为 Joy-Con 变大了，所以说相应的它的扳机和肩线都变大了一些，整机的握持也比之前更好了，会更贴合你的手指。这次任天堂说他们虽然没有使用霍尔摇感，但是他们重新设计了摇感结构，据说呢有很大的提升。我来给大家试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老机器，你看我们在老的机器上面画小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太难了。再看一下这个虚位，你们看我这个手柄的行程到这里其实已经走完了，然后呢它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虚位。再看一下新机器，新机器的画小圆
太丝滑了，好跟手啊！新机器的这个摇感呢，依然还是有一点点虚伪的。整体的提升确实不小，但真正要玩的话，还得是 Switch Pro。这一代的扳机呢，依然是非线性的扳机哈，这个扳机还是没有深浅之分的。赛车游戏的话呢，还是不能线性游玩。这次的这个 Joy-Con 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Joy-Con 鼠标。Switch 2这个 Joy-Con 呢，它多了一个这样的传感器，它可以像鼠标一样识别表面位移。这个鼠标模式呢，在这里也会有一个教程。点开之后呢，这里有一个鼠标功能的使用方法，在平坦的地方像哇哦。还挺跟手的。鼠标功能除了可以在 Home 菜单中使用外，也可以在支持鼠标的软件中使用。平时要是我们想要使用这个鼠标模式的话呢，就只需要把这个 Joy-Con 给拿下来，然后你把它在桌面上这样移动一下，它就会自动出来了，完全不需要有额外的操作，直接就可以这样使用了。现在 Joy-Con 呢就可以用来玩一些 FPS 游戏，就比如说密特罗德。任天堂这一次还带来一个特别有创意的游戏——轮椅篮球 Dragon Drive。大家一起坐轮椅，真的有点地狱了，任天堂。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附带的，我觉得真正有用的是以前 Switch 上面不方便玩的文明、双点医院这些游戏，要是有了鼠标，我都不敢想象。我还听说这一代的 Joy-Con 可以反过来插，要是我反过来插的话，它会有动画吗？试一下。哦，这是红的。哦，它识别到了，它居然知道这是红的，它可以用。等一下。哦，它操作是反过来的，不行，我 DNA 要打结了。那如果说我这样子呢，我红的，但是我这样插，哦，这样子还是识别不到的。但它这样子能操作哎，那它为什么不会亮那个灯啊 ？OK， 我以后可以这样玩游戏。机械的上面呢是电源键和音量键，这一回这上面还加了一个 Type-C 的接口。之前的 Switch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如果说我要用支架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充电了。支架改成这种一个框的结构，就可以给机器再省一点空间。支架打开，这里就是一个 SD 卡的插槽。现在这个卡槽它只支持 Express 的卡，这个规格的卡相当于是把 SSD 的技术整合到了 SD 卡里面，它会比原本的卡读取速度快8到10倍。不过这么猛的卡呢，它的价格也是够猛的。我看了一下，256的仅需500块，512G 仅需1000块，1T 的仅需1800，好吧。我的建议是先用完机身的容量再来买，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有性价比的卡出来的。那最让人期待的肯定还是游戏啦！大家手里的 Switch 现在在哪里呢？你还记得自己 Switch 玩的最久的游戏是什么吗？ NS2 确定上线的游戏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多一点。我们今天就能玩到的游戏有《马车世界》、2部塞尔达的 Switch 2版本、密特罗德、2077、双影奇境、街霸6、霍格沃兹、文明7，还有符文攻防。接下来确认的几个游戏也是我很期待的。第一方交力全开 Dragon Drive， 还有第三方的荒野大镖客2、艾尔登法环。那正好刚刚我的游戏也送到啦，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卡带。这次的卡带呢变成红色的一个包装，打开来看，它的卡带也变成红色了。马里奥赛车世界，它为什么叫世界呢？这是这一次新加的一个地图功能。它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模拟的开放世界大厅，你可以在不同的赛道自由驾驶，你也可以只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乱逛，然后触发一些小游戏得到奖励。这也算是给马车加了一个新功能。本地游玩最大的变化呢，除了 UI 和画质，就是明显变大的赛道和更随机变化的场景。加宽的跑道对于新手来说更加友好，但是因为塞进去了更多的车，所以说很难跑到好名次，过于混乱，看起来更加大乱斗了。简单来说，你可以玩得更开心，但也更难拿到好的名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拉上好朋友一起多人，只要拿上 Joy-Con， 每个人都是客厅赛车手，那种哪怕只是观战也会被传染的快乐，还得是原汁原味的任天堂。我们再来看一下 Switch 1游戏《王国之泪》的 Switch 2版本，而且现在还有手机 App， 可以直接在手机里面查看地图，也可以直接复制别人上传的神之手蓝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080p 60帧也太流畅了，而且它这个画面真的不只是清晰一点点呢，就好像当时我在玩30帧的很糊的塞尔达的时候，然后看那些网上的人在玩 4K 60的模拟器的画面一样，这根本不是一个游戏，好吧？不过这不是带 HDR 的屏幕吗？怎么感觉好像不是很明显啊？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其实我的亮度都是拉满的状态，我感觉这个亮度还不如我手上这一台 Switch OLED 呢，就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你看高光最亮的地方就没有 OLED 那么亮啊，我只能说不愧是 OLED 啊，它确实更加鲜艳和明亮。一些未来要发售的游戏也看了一下，你别说，实际表现看起来还真不错。
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次我就展示我买到的这2款游戏，后续的视频马上我就会做给大家看，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试一下第三方2077、霍格沃兹这些游戏，记得7号来看哟。哦对，还有一个好玩的，任天堂为了防止小朋友把卡带吃下去，在卡带金手指的这里呢涂上了世界上最苦的物质。据说啊，只要有1克重的这玩意儿加在1吨的水里面，你尝一口都能感觉到苦味。这个卡带舔完的几个小时之内，舌头都是苦的。任天堂让广大玩家不要主动尝试。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先来尝尝苦头，好吧？不行，我要喝水。完了，茶都变苦了。官方宣称这一次的续航是2到6个小时，与初代 Switch 1差不多。充电这边我也测试了一下，将电量耗尽分别用原装和120瓦 PD 充电头，在熄屏时充电功率都是15瓦，也难怪任天堂说充电要3个小时，实测1个小时能充50%，充满100%的话要2个小时15分钟。配备60瓦充电头，可能是为了底座模式设计，或者是之后的改进款可能也会支持快充。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在京东全球购入手的套装产品里面的一些配件，包括有 Pro 2的手柄、Joy-Con 方向盘、摄影机，还有收纳包、存储卡以及游戏卡带等等。有些官方配件要从香港发货，今天就先给大家展示零点送到的这些部分。哦，这里面是一个 Express 卡256的，唉。它贵是贵，但是它的卡确实很好看，怎么说呢，也算是周边的一部分了。下一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呢？哇哦，是方向盘和 Pro 2。哇塞，其实我最期待的是这个 Pro 2手柄。哇，这开箱也太快乐了。来看一下这个，它这里还做了一些防滑的纹路，颜色也比之前好看了。看看它装是怎么装进去的，这样斜着放进去。就进去了。Pro 2手柄，一根线，然后就是手柄啦。哇，好好看，好喜欢。这一次的 Pro 2手柄呢，后面还带2个备件，这2个备件呢可以自定义成你想要的按键。这次的 Pro 2手柄摇感是真的丝滑了非常多，整个质感也会更加扎实，虽然它还是没有新型扳机。之前 Switch 我都是买2手的，配件什么的是根本买不起。这一次 Switch 2首发，我直接把所有配件配齐，真太爽了。总的来说，能玩到新的游戏机还是很开心的。Switch 2的升级也更符合现在大家的游戏需求，它的掌机形态已经非常趋向如今的 PC 掌机了。但是对比 PC 掌机呢，它有更加轻薄的机身，更加便宜的售价。更何况本身老任的游戏也就是以游戏性著称，好玩才是硬道理。新一代的平台也给后续的游戏留足了想象的空间，真的好期待后续 Switch 2上面的塞尔达还有喷喷、动森的续作。那么接下来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存档怎么换到新设备，新的商店有没有区别，第三方游戏具体的性能表现如何，就等我们下一期7号的视频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